好，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跟大家讲，当然晶片那个所谓的微处理器，还有刚刚讲的那个整个的这个资通讯，还有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个电子的关键的那个零组件，你说这个在台湾的这一部分，对全世界，像你不是只有去乌克兰，你也去了欧洲，你去了很多地方，这个对全世界要发展无人机产业链都是一个很大的这个所谓的优势吗？这样子讲，就是我们这一次在波兰举办的台湾形象展，当然这个是经济部委托我们办理的啊。那台湾形象展里面呢，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我们的无人机馆。我们这次的无人机馆邀请了台湾16家主要的业者到波兰去展出很完整的，从零组件到这个飞控处理器，然后甚至到无人机的材料等等，很完整的一个生态系。那我们邀请了欧洲10个国家的110家的企业，来跟我们的业者进行洽谈。那这些业者他们收获很大。那这些业者呢，像汉翔，是我们无人机联盟的龙头老大，雷虎雷虎现在无人机不止无人机，它的无人载具，这个水上水下的无人载具做得非常的精彩。那奇阳它也是做整机，也做电池跟马达的零部件。你很难想象哦，我们国内的电子大厂智邦智邦科技，它现在是市值前10大的台湾公司，它是做 AI 的设备，然后它也做网通设备的，它现在也做无人机无人机的一些关键的飞控零组件，因为它在资通讯上面，资通讯上面他们有这个优势。台塑这次去呢，有不但是参加无人机，也参加这个能源基础设施。对。然后台塑新智能也展出储能，所以他们一共参加我们3个馆。那无人机的部分，他们就是展出他们最新研发的碳纤维，因为无人机要越轻越好嘛。对。那另外乌克兰有一个很大的需求是防弹背心。所以我们碳纤维可以当防弹背心。就是说这种复合材料。对。复合材料，这个是很有潜力的。那所以我们把全欧洲从波兰、乌克兰，然后法国、西班牙，甚至这个立陶宛等捷克这些主要的这个采购企业，通通都邀请过去。那所以我们是有我们一定的实力，但是如果真的要去看我们业者所面临的问题的话，当然第一个就是说，我觉得我们国内的市场一定要够大，因为业者一定要有一个你自己的 home market， 你自己的国内的市场来练兵壮大，至少他要能够获利，要能够活下去嘛。我要有个基地，要有个基地啊。那国内市场这一块当然就是另外可以来讨论的，这一块是很重要。那如果你要往国际上面去发展的时候呢，我们会面临一些挑战，像说现在国际对这个无人机整机出口跟进口，几乎每个国家管制都很严。我们自己的国家也有管制啊。对。那所以你要整机无人机出口的时候，光是这个管制跟认证，这2个壁垒，这个对一般的业者来讲就是很大的挑战。所以那不是商业逻辑，那不是商业问题。第二个，将来国际上的最大的买主一定都是军事采购。那商业的采购现在这一块大家都没有去谈到，但是这次呢，欧洲的买主，特别是波兰、乌克兰的买主都跟我们讲说，你们不要忽略到商业的那一块商业的在物流、在安控、巡检方面，是它的市场也会很大。那所以，但是可见的这个未来几年呢，最大的买主可能还是各国的政府的国防采购。像英国政府最近又刚刚推出一个2000亿
的无人机采购计划。那美国更不用讲了，美国他们也一定把这个列为重中之重，各国都是重中之重。国防采购对一般的业者，他要去串接到这些采购，真的不是那么的容易，难度真的是很高。因为你刚刚特别提到雷虎，其实雷虎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特色是，它是被美国认证，是它等于说是美国海外认证，在无人机的特殊技术上面，是它是可以跟美国联通的。所以现在有一个说法是说，美国、台湾跟乌克兰有一个隐而不显的三角联盟。乌克兰是全世界最大的无人机的实验场，它是最大的一个实验地，它有最完整的数据。而台湾刚刚您提到那些，包括这样晶片，包括微处理器，包括这个电源管理，它有很多的，包括资通的这些雷射，包括像刚刚讲红外线的这个镜头，台湾是最强的。包括美国，刚刚讲美国是非常大的一个买主。我们这三方真的有一种隐而不显的这种三方的这种互联的关系吗？这个因为这个不在我的业务范围，那我相信，因为这个无人机的重要性哈，其实世界各国都在寻求合纵结盟啦，所以都是尽量说能够这个透过结盟的方式来壮大。好，那另外就是你这样子这次感觉到，你刚才特别提到，我们本来都只重视到说无人机的军事价值，无人机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产业嘛。无人机的产业，因为有人讲说，未来台湾的所谓的3个护国神山，你说了 AI， 除了晶片之外，另外一个就是无人机。无人机的产业有这么大吗？它的这个整个市场有这么庞大吗？我想因为几个国际机构的预估哈，未来这个无人机的产业很有可能会到1000亿美金。但是我们对无人机的定义不能只是大家想象中的那个垂直旋翼的那种无人机啦。你应该把它定义作为是 unmanned vehicle， 无人载具。那如果无人载具的话，哇，那个范围就太广了。无人载具它可以到空中、水面上、地面、水下。对。那甚至有很多是我们商业里面的应用。所以现在已经有研究机构预估说，这个将来这个市场规模会到1000亿美金。那对很多国家来讲呢，这不只是一个商业问题，也是一个国家安全的问题。所以这个几乎就是你要维护你的国家安全，你一定要有你的无人机产业。那这个也是我们台湾无人机业者的一个挑战。因为现在各国都希望发展无人机产业，但是希望能够发展在地化的无人机产业。美国最近把大疆无人机禁了。对。那禁了呢，当然就是说它的目的除了国安考量之外呢，其实它更希望发展进口替代。对。大家都希望说，我的无人机产业就在我这里落地生根。那就像乌克兰一样，因为美国进大疆其实要付出很大代价，因为美国的现在农业，我们知道他们现在的右派，等于说共和党很多是在这个农业州，对，那农业州其实大量依赖无人机，非常大。它现在的监测、播种、施肥，甚至整个农业的管理，它基本上都透过无人机，所以那个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商机。可是反过来讲，如果我这些东西都是用大疆，代表我整个美国所有的农业生产的所有的数据，跟天后的所有的数据，全部都会被中国拿去。我5月份的时候去亚利桑那凤凰城，我带了一个150人的贸易访问团去。那当然也因为配合我们凤凰城办事处的节目哦，那经济部龚部长也去了。我去拜访汉翔在凤凰城的美国公司。汉翔在凤凰城有子公司，他有一个子公司。那汉翔美国的 CEO 亲自接待我，那他带我参观厂房的时候，他说我们已经把空间都预留起来了，因为美国的无人机发展法规呢规定说，你将来无人机我记得不错的话，60%，一定要 made in USA，一定要这个 local content。你将来想要说整机进口到美国去的话，是行不通的。对。所以他说我这个基地呢，就是已经预先把空间都预留起来。那当然汉翔也是我们无人机联盟的龙头老大嘛。对。
那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国内的无人机业者可以用汉翔凤凰城的厂房作为他们在地生产的一个基地，对，然后来攻入美国的市场。将来世界各国都会这样子做，他都会希望建立无人机产业是在他自己当地落地生根，我不用再进口。那进口如果万一打仗的时候，物流中断，或者是有其他的这个因素的时候，我拿不到无人机，这个会是世界各国未来的一个趋势。所以将来我们的无人机业者要发展国际市场，就会跟台积电一样啊。台积电现在必须到德国、日本、美国去生产嘛，这个趋势是免不了的。是，所以你提到这个为什么就是对台湾，我们现在不管是行政院版的2100亿，或者现在在野党提出来的2400亿的无人机的这个所谓的条例，那非常重要的是，第一个你要提到，我要发展无人机产业，我一定要有一个 base， 我要有一个基地，我要有一个足够的等于说我的母公司或者也好，我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生产中心也好，我才有办法有能力去打仗。另外就是讲，现在的无人机一定要在地生产。我如果没有办法持续的在地生产，我的外援一断掉，我就没有武器了。所以其实为什么我们会对台湾要去建构一个无人机的产业链这么重要？就是它是军事的，它是台湾安全的，它也是台湾未来这个产业发展必须要做的事情。是，我觉得对台湾来讲，我们的国家安全考量甚至胜于商业的考量。这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建立一个本土而且是很强大的无人机产业。那再加上我刚才也提到说，因为我们是海岛国家，如果我们发展出一套海岛的防卫无人机防卫的战法的话，那将来会变成世界其他类似地理条件国家的典范啊。那我们就会像乌克兰一样，我们会发展出我们军事的 know how， 那已经不是只卖硬体而已。对，因为我觉得这样有趣是，你看这一次韩国瑜到了美国去，美国其实非常高规格，他连众议院的院长强森都出来跟他会面了。好的，可是我觉得看啊，美国只在乎两件事，一个就是你的国防预算，你未来怎么看待；第二个就是你的无人机产业链，也就代表说，美国很清楚，台湾要建构自己的所谓的自我防卫的能力。除了我要有所谓的现代化的军事设施、现代军事化的一个概念之外，你的无人机的产业链、无人机的生产能力、无人机的整个战术战略的这种概念是不可或缺的。少了以后，台湾是根本没有自我防卫能力的。对，所以我们刚才提到说，在乌克兰战场上面，无人机技术的迭代非常非常的快，因为它就是一个矛跟盾的攻防。你矛升一级的时候，盾也会想办法要升一级，然后矛也会想办法再升一级。所以早期无人机从单纯的这个攻击，到后来发展出反干扰嘛，好，然后现在还有那个 GPS deny，到后来说，那我的通讯会被干扰，我就用光纤啊，所以后面就拖着一条线，跟早年那个拖式飞弹、那个反坦克飞弹一样，它后面是拖着一条细细的光纤，所以乌克兰战场上有人说那个遍地都是光纤线。对，那发展到后来，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说，现在也发展出用雷射来击杀无人机，用网子来捕捉，那甚至呢用这种蜂群的战术。那再加上 AI，现在美国新创公司发展出最新技术是，你在战场上你要打击那个目标，你只要把那个目标的框框画好以后 ，AI 全部接手，然后它的无人机蜂群一次出去，对，那出去的过程当中也可能会被对方打掉一些，干扰一些，AI 随时马上去调整，马上该怎么补充，等等，AI 完全接手，然后直到这个框框的目标消失为止。所以这种战术战略跟科技的迭代太快了，太快了。所以你说台湾一定要赶快介入，而且台湾一定要进去，否则我等于说你越晚进入，你那个迭代的那个累积的那个城墙，对台湾来讲就越高了。当然，那所以这就为什么就是国防新创很重要。那我知道我们的国防部非常重视国防新创这一块，那好像也有专门的单位在处理，那我觉得应该是鼓励更多的台湾这些优秀的年轻人，投入国防新创，对，甚至大企业最近因为电子业真的，我觉得他们钱赚的不少了，真的可以
可以投资一点国防新创，然后培养一些年轻的团队。因为乌克兰的这些新创啊，就是我去看的那个无人机公司，都是很年轻的20-30岁的年轻人，因为年轻人有想法，反应快，然后这个弹性各方面的话都是一流的。那我觉得我们不能够只是继续做这个关键的零组件，但我们有很多的公司在我们刚才讲的说这个软体跟通讯干扰反干扰都做得非常的优秀，像神盾，神盾他们在无人机的领域上面呢做得非常的好，就是我刚才讲的说干扰反干扰，定位反定位，好，然后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无人机的技术。那因为迭代速度太快了，所以我们真的应该要加把劲。那宝杰，我再举一个例子，我们现在在基辅办公室呢，有一位专案人员，可能大家想都没有想到，在战火之下，我们台湾呢还有一位留学生，他是在2年多以前主动去基辅留学。去留学，在战火之下，他去基辅留学。那我们这位同事呢，他的英文名字叫做安东尼，所以我就先称呼他安东尼。他是在台湾一所大学的电机系毕业。电机系毕业以后呢，他一看到说无人机是未来的趋势，所以他就申请到基辅航太大学。航太大学。去攻读硕士学位，他就是专攻无人机。就台湾电机系等于说是非常我们最高学府的电机系非常强的一个人，他跑去基辅而且是去基辅最有名的基辅航天大学，专攻无人机的硕士。那所以你可以想象说。第一个，无人机它现在已经是一个跨领域整合的产业了，已经不是那么简单的像我们传统的那种大疆的这种无人机而已了。它需要的是很多，用英文讲叫做 interdiscipline， 就是跨领域的这个 know-how 的整合。那我觉得我们台湾的大学或者这些专科院校，真的应该要开始想说怎么去培养这方面的人才。因为它会是需要跨领域的人才。好，那也许大学应该要开始设无人机系了。应该都可以。我想，只要产业我们现在我觉得很妙。台湾现在的产业界跟学校其实是紧密联合的。我刚刚讲，台积电都有专门的学校，专门帮台积电训练他们学校的作业人员。因为现在大家抢人抢得疯。那我觉得有一个，我想问你说，你的历练其实非常丰富。你在外交部，你到了陆委会，你到了总统府，后来你当了外交部长，你现在当了外贸协会的董事长。他们现在我也在民间企业工作过。OK， 好，那我好，台湾现在的，我觉得不管是地缘政治，不管是所谓的台湾的产业，或者因为不管 AI 的关系，或者无人机的关系，你现在感觉到台湾现在全世界对待台湾的态度、姿态跟这个双方互动的状况，都跟过去有很大不一样了。当然很大的不一样啊。我觉得我们可能从来没有这么被重视过。那真的是一方面，当然全世界都知道说台湾的地缘政治的处境，然后他们也知道台湾是一个很民主的国家。更重要的是，他们现在都体认到台湾的国力。我们的国力在上一次我们谈 Computex 的时候有讲到，说全世界如果没有台湾的话，这个 AI 产业是走不下去的。然后全世界都知道台湾在半导体的重要，前几年是因为 TSMC，那现在不但半导体重要 ，TSMC 重要，现在最近这1-2年大家才知道说 AI 没有台湾的话，全世界的 AI 产业走不下去。所以我们现在台湾真的就是拓展这种产业经贸交流我可以说是最黄金的时代，等于一个恭逢其盛，是恭逢其盛，真的非常非常荣幸。那最后一个就是，我看你的报道，或者看你后来的这个演讲，你对这次去利沃夫你感触非常多，是因为你真的是看到了一个战场，
你看到那个战场的武器，你看到那个无人机的使用，然后呢，对整个战场状况的改变，那个对你来讲，这次的收获非常的特别。哦，其实那种心灵的冲击跟感想是真的非常的深，非常的深。那我们最近一直在谈这个社会韧性、国家韧性。那我觉得乌克兰的这个国家是蛮值得敬佩的。我们在利沃夫看到它的这种城市的韧性、社会的韧性、国家的韧性。当然，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说，战争把这个国家的潜力，把它逼到了极致。那2022年战争一开始的时候，很多人认为说这个战争2个礼拜结束了，基辅拿下来，然后就换个亲俄的政权，这个国家就搞定了，被俄罗斯搞定了。结果他到现在4年多了，不但没有被征服，而且还不断的反击，让俄罗斯现在头痛的不得了。所以这个真的就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注解。那利沃夫呢，因为它是西部的大城，它本来就是西部的一个工商重镇，那它也是欧洲要进入乌克兰的重要的门户。我们2022年战火爆发，我们驻基辅的徐玉轩主任，他分4批把台湾在乌克兰的55位侨民，这当中包括3个才刚出生的小宝宝，就是乌克兰代理孕母生的，分4批在战火下全部安全的撤出乌克兰，就是都从乌克兰各地把这55个人把它集结起来，然后分4批用游览车先送到利沃夫，因为利沃夫就是这样的一个 hub， 一个转运站，然后再把他们撤到波兰。那其中有一辆游览车到了利沃夫的时候呢，游览车司机罢工，他说我不开了，然后一下子要价好几万美金。那我们徐玉轩主任把他身上仅有2000块美金全部掏给他，他说你先把我们的人送到波兰，其他的到波兰我再跟你算。那所以利沃夫就是一个这么重要的城市。现在全美国、欧洲对乌克兰的援助都是先进入利沃夫。我在利沃夫也去拜访一个工业区，他们那边也在大兴土木，因为就是它就是一个这么重要的一个资源跟这个交通运输的节点。那利沃夫这个城市，因为它在西边，所以表面上它是远离战火。那市民的生活看起来一切如常。当然，空袭警报偶尔会响起。还有一个 app， 对，我们有一个，每个人都装了一个 app。那如果俄军的飞弹跟无人机来袭的时候 ，app 就像我们的国家地震警报一样会响起。那所以我们到乌克兰的第一天觉得一切如常，但是第2天早上那个气氛就很不一样，因为我们去市政府拜访的时候。当然，一早我跟几位媒体朋友有应市政府之邀去参观他们的英雄公墓，就是为国牺牲的这些将士的公墓，一张一张都是年轻的脸孔，都是年轻的脸孔。那我们到市政府去拜访的时候呢，市长这个萨多比他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一个市长，他已经市长做了10几年、20年了。那他在战争之下领导这个城市，然后他要照顾伤患，然后要发展经济，要跟国际援助对接，他们也设了 Japan Desk，也设了这个 France Desk，来专门跟日本要进来的投资、法国要进来的投资来服务跟对接。那市长接待我们，然后他邀请我说11点钟他们有一个 memorial service， 问我可不可以一起参加。我说当然可以。那他每天11点钟，市长一定在市政广场前面，然后路过的市民都会自动的排好。11点钟的时候，这个城市表面上看起来是很正常，一切如常。但是每天都有在前线为国捐躯的市民，这些年轻的孩子被送回家乡。那11点钟的时候呢，
他们的灵车，我们那一天是有3辆灵车，后面呢是他们军中跑者的车子，在后面是家属的车子。11点钟，市长旁边一位小老把手先吹奏这种哀悼曲，非常感人。吹奏完以后，灵车、跑者的车、家属的车缓缓的从市长前面通过。那坦白讲，不是我们的国家，但是我们媒体团有好几位记者朋友当场掉眼泪。战争还是非常无情的。战争很无情，这个城市表面上看起来远离战火，但是他的年轻子弟都是在前线作战，每天都有牺牲的子弟被送回这个城市来。市府的走廊上有一张照片，是2022年大概5、6月，战争刚刚爆发没有多久，他们拍的军人公墓，上面只有4个冢。那我们那天早上去看他军人公墓的时候，他整个公墓是1200个英雄冢，而且市府人员说不够了，他们还要再另外建一个。所以这个国家为了维护他自己的自由，真的付出很大的代价。而且我看你们的随行的记者回来的时候，也有写到说，因为这样他们就充满弹性，等于说他们的这个所谓的太阳能板，他们跟星链，等于说怎么样子让他们的这个断电通讯不断电，那个都完全都是一个暂时的生活。是啊，这个无人机事实上它的作战上面通讯极为重要。那反干扰也是围着无人机的通讯在做。我最近看到一个报道，就是说俄罗斯因为战争爆发以后，乌克兰就是都靠马斯克的 Starlink 来卫星通讯。那这个真的就是一个国家你如果碰到战争的时候，很需要 Starlink。那我们的游览车，每一辆游览车上面都是 Starlink， 我们都联网到 Starlink 上面。所以你这次去，你感受非常多，是到底什么是重要，什么站在战中什么重要，什么是必需品的。对，通讯非常非常的重要。然后这个社会的这个市民之间、志工团体之间，这种互相扶持、帮助、共度难关的这种凝结力，真的非常的重要。是我们去的时候，市长他亲自做简报，然后他放一部影片给我们看。这影片里面呢，有8岁的男孩被飞弹的炮火击中，整个脸毁容，然后他就戴一个面具，然后他本来是学跳舞的，所以他说我要继续跳舞。有一个34岁的前线士兵回到家里面来，他太太跟他说：“你当爸爸了。”然后那个士兵抱着他的 newborn baby， 还有一个10几岁的女孩，她本来是跑步的运动选手，那也因为在空袭当中失去了一条腿，然后就看着她带着义肢继续在跑，她说我要继续跑下去，所以就这个画面，刚刚看画面是，所以这个真的你必须要。你必须在那里才能够感受他这种城市、社会、国家、人民的坚毅不拔的韧性。我们去参观的医院，那个院区很大的院区叫做 Unbroken Hospital。那我觉得，然后我们政府有捐500万欧元捐赠了一个医疗复健大楼给这个 Unbroken 医院。那这个乌克兰各界当然对我们是非常感谢了。事实上，战争爆发以后，我们的慈善团体进去乌克兰络绎不绝。你想象得到的，红十字会、世界展望会、慈济功德会，还有我们各大医院，都进去了。马偕医院的义诊团已经进去7次了，都是最优秀的医生护士这样子进去帮助他们。那所以我们政府捐给 Unbroken 医院的这个复健大楼，对他们来讲他们是非常感谢。那 Unbroken 这个字，你把它翻成中文就是什么？打不倒，打不去，对啊，打不倒。我觉得这个就是乌克兰展现出来的精神。好，其实我们在我们小时候，
我们就要背一个蒋介石最喜欢讲的一句话，叫做“物是敌之不来，事无有以待之”。这个是我们从小就要背的东西。当然讲，现在台湾其实不是一个安全的社会，我们其实面临一个庞大挑战在旁边。那现在的战争，刚刚也谈了很多，就是所有的资料都告诉你，无人机它现在改变未来的战争规则，未来战争的胜负就看你的无人机产业链的这个所谓的能不能为符合战争的需求。我们今天非常高兴的董事长在我们节目里面讲了战争在无人机在战争中扮演的一个角色，还有它是一个庞大的产业链，台湾到底要怎么进到这个产业链，而且这个产业链对台湾真的是至关重要。非常谢谢董事长，谢谢宝杰。各位宝洁朋友圈的朋友，大家好。您对我们的支持，还有您对我们的指教，其实我们都会认真的阅读，因为您的每字每句都是我们自己反省，我们要自我检讨，甚至我们未来怎么去调整方向的一个关键的因素。所以我们就刚刚讲到的，就是你现在的这些留言有什么留言，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子来的跟观众来进行回答。淑娟说：“支持宝洁及团队，你们是最优秀的。”非常谢谢您的肯定。当时讲说，我们的节目其实还有很多改进的地方，那这种改进也是我们每天都在做的工作。听后5R他说，政府部门主管机关应该管理一下，坚决不让中共产品进来台湾。我觉得应该这样讲，就是现在大家觉得很难思考，是说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的网购，现在很多的网购居然是有很多的中国的网购是这样直接进来。那你如果说没有任何的管制，现在很多国家都有管制，我也不理解说为什么我们台湾在这方面没有管制。你没有管制，第一个你的品质，第二个你是对台湾的商业、对台湾的产业会不会有伤害，这都是政府应该面对的问题。Rookwood 0222他说，天佑台湾，感谢宝洁，一起保护台湾，台湾人加油。当我们希望说，在台湾这块土地里面，我们真的好好的守护，好好的来保护这个国家。Karen 说，感谢宝洁哥制作这么好的节目。其实能够做这样的节目，其实是我觉得那是一种福分，那是一种福报，我们会非常珍惜。喂20110他说，他看了郑习会那一集，他说只有我觉得郑丽文尖嘴猴腮，面露凶相吗？对于郑丽文是不是尖嘴猴腮，我们不予置评。立刻他看了川普无视习近平警告的那一集，他说中国与和平水火不容，要改成这样子比较通顺。也就是说，中国跟和平水火不容。其实今天要追求和平的其实是台湾，我们从来没有挑衅过对方。好，刚刚讲到的，我们非常认真的在做我们的一个工作。其实我们刚刚讲到，我从以前我其实没有任何政党，那我也不去标榜这个东西，我只告诉你说，我们现在在这块土地里面，我在民进党跑那么久的时候，我学会一句话：相信台湾，相信人民，相信台湾，相信人民，这是我做这个节目里面最中心的思想。